水晶巨人与这斗篷定然与凯红大师的阵法有着联系，凯红大师的阵法消失，他们也将渐渐消失，怕是撑不了多久了。楚风说道：“那我们该怎么办？”赵红问道。先前还一脸镇定的他，此刻也是有些慌了。难道你们忘记我们还掌握着一座能够将水晶巨人升华的阵法吗？楚风笑着说道。对啊，你不说我差点忘记了。赵红与王强皆是一喜，我一人布置有点难，咱们一起来。楚风说话间便将自己的2个水晶巨人再度释放而出。见状，王强与赵红也是将各自的水晶巨人释放而出。水晶巨人放出之后，楚风3人便开始合力布置阵法，他们正在将4个水晶巨人相融。这座大阵很是强大，不仅能够融合水晶巨人的力量，还能吸收这殿内的一些阵法余力。而在楚风3人的贺礼之下，那4个水晶巨人终于合为一体，化作了一个水晶巨人。只不过这个水晶巨人不仅身材比之前的4个高了近3倍，居然长了4个脑袋，8只手臂，威风凛凛，霸气非常，似是天神下凡。只是看着他便令人生有敬畏之心。而最重要的是，此刻这个4头8臂的水晶巨人已经不仅仅是5祖巅峰这么简单，此时此刻他的气息竟与那位魂音宗的护法一样，这说明这水晶巨人的修为已经提升到了真仙境。我擦，竟然化作了真仙，帅呆了！王强惊叹不已，显然这个结果超出了他的预料。只是4个水晶巨人不可能提升到这种地步，看来这凯红大师的遗迹内有着不少遗留的结界力量，这才导致4个水晶巨人融合之后直接化作了一个真仙。楚风说道。这个真仙级的水晶巨人倒是能坚持一段时间，应该可以保我们离开此处了，只是不知道这个水晶巨人会听谁的呢？赵红说道。因为先前的4个水晶巨人，其中2个属于楚风，剩下的2个分别归赵红与王强所有，但是现在这个水晶巨人却是一个无主之物，如果说是一人将它融合而成，他自然就会服从于那位的指令，但是现在这个水晶巨人乃是楚风3人合力布置而成，他多半不会服从3个人的指令，很可能是3人选一，在楚风3人之中选择一个主人。就在这时，那水晶巨人忽然化作一道光芒，掠入了楚风的手腕处。果然又是你！见此一幕，赵红撇了撇嘴，对此他似乎早有预料，可是心中仍然有些别扭，毕竟之前4个水晶巨人其中2个就都选择了楚风，这侧面的说明了对于水晶巨人来说，楚风的魅力比他和王强要大，所以自认天赋不俗的赵红自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结界之术方面的造诣不如楚风。走吧，是时候离开此处了，否则待那斗篷彻底消失，就算有这个真仙级别的水晶巨人守护，咱们也走不出那火海。楚风说道。随后楚风3人再度向凯红大师施以一礼，这便离开此处，通过火海原路返回。而当楚风3人走出火海之际，便发现一切与他们预想的一样，之前守在此处的人全部都在，没有一人离去。不过相比于这些，楚风3人却是心有余悸，后怕不已，因为当他们3人刚刚走出火海之后，那斗篷便彻底消失了，若是他们再晚出来几步，怕是就要死在那火海之中。出来了，3位小友，你们可有收获？楚风小友可看到了凯红大师的真容，可得到了凯红大师的传承，凯红大师到底留下了多少宝贝？然而守在此处的人却根本不管楚风3人的安危，见楚风3人出来后，便赶忙将楚风3人团团围住，激动地询问起来。见此情形，楚风3人可以确定他们之前的猜测是对的。别看这些人现在态度和善，可是搞不好等一下就会翻脸。为了宝藏，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不过哪怕明明知道这些看似和善的人下一刻就可能会变成他们的对手，但楚风3人却并不怕，毕竟他们现在可是掌握着一个真仙级的水晶巨人。然而楚风却并不知道，在这遗迹的某一处有着2队人马正藏在那里，窥视着楚风以及诸多高手先前在那火海外发生的一切，都被这2队人马收入眼底。这2队人马一个个杀气滔天，且大多身着黑色长袍，他们皆乃魂音宗之人，其中不仅5祖巅峰的有着多位，就连真仙强者都有着足足2人。这2位真仙强者各率领一队人马，形成2个阵营，形成了对峙状态。其中一位真仙是那位楚风见过的护法大人鬼杀老魔与魂炼，接在其身后，而另外一位真仙是一个壮汉。这位壮汉浑身黝黑，皮肤如同石头一般，而他的眼睛竟是幽绿之色，散发着异样的寒光，甚是恐怖。尽管他是人的打扮，可是显然他不是一个人，而更像是一个强大的妖兽，化作了人的模样。然而他却是一位真正的真仙强者。东殿护法，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胆小，竟被一个小鬼吓到？那位妖兽真仙一脸讽刺地说道。而这位妖兽真仙口中的东殿护法，自然就是那位之前楚风见过的护法大人西殿护法。我已经提醒过你，那楚风虽然只是一个小辈，可是他的身后却有至少2品真仙的强者守护着，你我皆是1品真仙，不可能是楚风身后那位的对手。现在楚风进入凯红大师的遗迹之内，多半是要夺得传承，而他偏偏又是我们不能动的人，所以我建议此次行动就此作罢。东殿护法说道。和不能动的人，一个小鬼有何不能动的？你可不要忘记，宗主大人派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什么狗屁凯红的传承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凯红当初在百炼凡界内所得的至宝，那块滴有神龙之血的石头。你怎么做我不管，但我既然来了，就必须拿下那块神龙之血的石头。西殿护法说完此话，便率领着他身后的一干人等向楚风等人的方向飞掠而去。护法大人，我们也出手吧，这个功劳不能让他们西殿的抢去啊！一位5祖巅峰的强者说道。明智不是对手，你还想去送死？东殿护法冷声问道。属下愚钝。那位向后退去，不敢再有言语。那护法大人，
我们该怎么办？鬼杀老魔对那位东殿护法问道。该提醒的我已经提醒过了，他既然执意送死，那我也没有办法。东殿护法说道。楚风小友，你怎么不说话？难道说你们没有得到宝藏？一位孔氏天族的高手面露狐疑的问道。与此同时，众人的目光也都是纷纷有所变化，不再像先前那般和善。显然，他们都不愿意接受楚风未能得到宝藏这件事情，也不愿意去相信楚风他们空手而归。结。然而，就在这时，忽然阵阵冷笑带着森森寒意自这座遗迹的入口处传来。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扑面而来。这股气息，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气息，在场之人皆是神色大变，目露惊恐之色，哪怕众位五祖巅峰的强者们也不例外。因为那股气息之中，不仅夹带着浓烈的杀意，更是有着众人难以抵挡的力量，让人们不由自主的为之恐惧。真仙，是真仙，还有真仙！众人慌了，因为他们非常清楚，面对真仙强者，哪怕只有一位，他们这些人也都不可能是其对手。五祖与真仙虽然只是一线之隔，可是那差别却是非常之大。如果说五祖是人类肉身力量的极限，那么真仙便是超脱人类肉身的存在，那是修武一途的新境界，是真正的仙，而不再是人。而很快的，魂阴宗的一干人等便气势汹汹地杀到了近前，封住退路，将所有人给困在了此处。魂阴宗见到魂阴宗的这些人，在场的不少高手都是目露惊讶，脱口而出。显然，他们这些高手相比于其他势力，是知道魂阴宗这个神秘存在的。真巧啊，仗剑仙门、佛光天寺、周氏天族、孔氏天族这4个老对手，今日都到齐了，就连预言大师也到了。预言大师，看来不是你金盆洗手，而是你不愿意为我们做事啊！那位西殿殿主盯着预言大师冷冷地笑道：“西殿，今日我们之中没有真仙到场，你是要以强欺弱吗？”一位孔氏天族的强者说道：“凯宏大师的遗迹如此重要的地方，你们不派真仙强者来此坐镇，是你们蠢！难不成你们蠢，还要我魂阴宗陪你们一起蠢吗？”那位西殿护法此话说出之际，那磅礴的威压便压迫而来。在这股威压之下，所有人都是连连后退，哪怕五祖强者也是难以站稳。这一刻，莫说旁人，就连威名远播的预言大师也是眉头紧皱。然而，楚风、赵宏、王强3人却是面色不改。楚风，你还真是不怕我，看来你真的是有真仙给你撑腰。既然如此，大家也都别浪费时间，你直接把你的那位真仙靠山叫出来，咱们一较高下吧。西殿护法用那阴阳怪调的对楚风说道。什么？楚风有真仙强者撑腰？听得此话，在场之人也皆是神情一动，甚至有许多人都露出了后怕的神色，因为那些人都是心怀鬼胎之人，他们都对凯宏大师的宝藏寄予厚望，没打算放楚风安然离开之辈。可是当魂阴宗的西殿护法忽然说出这样一句话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低估了楚风。此刻他们不免有一丝庆幸，庆幸先前只是问了问楚风关于宝藏的事，还没有对楚风动手，否则的话怕是要倒霉了。至于那些没有对楚风产生过不好念头的人，此刻则是满心欢喜。若是楚风真的有真仙撑腰，那他们也能借楚风的光逃过此劫。诸位，你们太高估这楚风了，这楚风要是有真仙做靠山，先前又岂会任由我抢走那把破门之匙，杀了他的朋友？结界圣姑讽刺地说道。对啊，按理来说楚风应该不可能有真仙守护才是。听得结界圣姑这样一说，人们又是恍然大悟。毕竟楚风那么在乎小师，若是真的有真仙守护楚风，那么那位真仙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结界圣姑杀死小师呢？当觉得楚风很可能没有真仙撑腰后，人们的心中的喜悦顿时又被无尽的失望所取代。有真仙护我又如何？没真仙护我又如何？相比于旁人，楚风异常平静。而他这句话不仅是对魂阴宗的那位西殿护法问的，也是在对在场的所有人问的。有真仙护你还有一线生机；若没真仙护你今日必死无疑。西殿护法说道。楚风淡淡的一笑，却又没有过多的表情，那个模样显然就并未将魂阴宗这位真仙放在眼里。见楚风的态度竟然如此不屑，西殿护法顿时面生怒容，说道：“你少装蒜，本护法今日就料定你没有真仙守护。”此话说出之际，那西殿护法的手掌猛然抬起，手掌一动，地动山摇，所有人是左摇右晃，难以站稳，就仿佛这位西殿护法不仅主宰了众人的生命，更是可以主宰众人的一举一动，就像是神灵掌握了凡人的命运，哪怕五祖巅峰也难逃此浩劫。而这便是真仙与五祖的差距。未过那道门，人为人；踏过那道门，便为仙。而在座的高手也都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面露绝望之色，甚至有人更是闭上了双眼，准备受死。而就在此刻，西殿护法的手掌也是猛然落下，那股抹杀众人的力量便随之而来，怕是要让你失望了。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楚风的手腕处忽然射出一道紫色的光芒，那光芒极为耀眼璀璨之际，哪怕是那些闭着眼睛的人也是被刺得双眼发痛。然而在场之人除了楚风3人之外，却还有一个位能够看清那紫色的光芒，是西殿护法。他清晰地看到，在那紫色光芒的中心，有着一个巨大的紫色身躯，那身躯拥有4个头颅、8条手臂，身材高大，威风凛凛。他只是嘴巴一张，吐出一口气，便将自己的一掌之威吹散开来。你竟真有真仙守护！西殿护法向后倒退数步，惊愕地发出此声。真仙！听得此话，魂阴宗的众人顿时面露惊恐之色。毕竟之前东殿护法明确地说过，楚风的身后是有真仙撑腰的，而那位真仙的实力至少是2品真仙的高手。所以当确定楚风真的有真仙撑腰后，包括那位西殿护法在内，魂阴宗的所有人都慌了。
不仅是慌了，他们开始后悔了，极度的后悔，后悔没有听信东殿护法的话，执意的来找楚风的麻烦，因为这一来简直就是自寻死路。真仙，竟真的是真仙！而此刻，众位高手也都是感受到了那水晶巨人的气息，只不过相比于魂婴宗的众人，他们可就是满面狂喜，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今日有救了，只是他们没想到救他们的会是楚风。然而就在此刻，那位魂婴宗的西殿护法却是诡异的大笑起来，并且笑得前俯后仰，甚是激动。我还以为东殿所说属实，搞了半天他还是骗了我。西殿护法说道。而他此话一出，听得众人一头雾水，都不明白他这话中之意。楚风，你这个东西乃是阵法所化，并且只是一品真仙，你觉得他会是我的对手吗？西殿护法说道。一品真仙，这么说来，楚风的这个守护者实力与魂婴宗的这位西殿护法相同。此刻人们终于恍然大悟，当明白真相之后，人们不由得担心起来。众所周知，阵法所化之物就算再强，可也终究只是阵法，相同修为之下往往不如真正的修武者，更何况这位魂婴宗的西殿护法是一个修行了2万年的妖兽，不仅实力强大，更是具有特殊血脉。他的实力虽然还不如2品真仙，但是1品真仙境内还真少有人是他的对手。我的确觉得你不是他的对手。楚风对西殿护法说道，话语之中充满了轻蔑之意。真是年少无知，大言不惭。既然你如此愚钝，那本护法就用实力来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真仙。西殿护法此话说完，随后双袖甩动，顿时狂风大作，2道狂风宛如2条风龙一般自其袖袍而生，向众人飞掠而来。那风龙之凶残，仿佛可以摧毁一切。诸位5祖巅峰的高手在他的面前都似是一片孤叶，没有丝毫反抗之力。若是此等力量放在5至圣土或者9州大陆，那便是真正的灾难。若是这2条风龙不停地奔走，要不了多久，也许就能屠灭5至圣土内的所有生灵，而这便是真仙的实力。然而就在此时，那水晶巨人却是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声，随后一拳轰出，顿时天摇得晃。与此同时，一层层金光闪闪的气体也是自空气之中衍生而出。仙级武力虽然并不精纯，可是那种力量已经完全超脱了祖级武力，威力相当之强。那仙级武力化作一道璀璨的金色墙壁，横在了众人身前，而那2道风龙也是汹涌来，与其碰撞了一起，巨响之下，天摇得晃。尽管西殿护法的2道风龙被水晶巨人的武力之强给挡了下来，可是人们还是感受到了阵阵余波。那余波虽然未能伤到众人，可却让众人难以站稳，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有些手段，但依旧只是阵法，看我不用亲自出手，便能轻松斩杀于你。西殿护法似是不想浪费时间，只见其手腕一转，一把暗黑色的大刀便出现在了手中。此刀一出，那西殿护法的气息顿时又增强许多。祖兵，那是一件真正的祖兵。然而在西殿护法的手中，那祖兵的力量却得以发挥到极致。去吧，将这个冒牌真仙给我撕成粉碎。忽然，西殿护法将手中的祖兵丢了出去，那祖兵一经丢出，顿时化作一道黑影。伴随着那黑影出现的同时，竟然涌现出暗滚滚乌云，乌云之中雷电闪烁。那云不是寻常的云，内含剧毒，可以毒尽万物。那雷不是寻常的雷，内含仙威，可以劈斩一切。然而最恐怖的却仍然是那云之内雷之中的黑影。那黑影急速变化，越来越大，眨眼之间，它从一个长达3米的黑影化作了一个300米的巨物。这是一只猛兽，头似狼，身似虎，脚似豹，爪似鹰，双眼为蓝，闪烁层层雷电，獠牙为红，萦绕森森血光。这只猛兽是那祖兵所化，按理来说，它本身再强，也不可能是真仙的对手。然而他在西殿护法的催动之下，却获得了超脱他自身的力量，实力强劲，哪怕寻常的1品真仙，怕是也难于他来抗衡。那祖兵所化之猛兽异常暴力，凶悍无比，竟之在一爪挥动之间，便将那水晶巨人所布的武力墙壁给摧毁开来。紧随其后，他便向水晶巨人扑了过去。水晶巨人虽然高大，非常人可比，但其身体却远不如这祖兵所化之猛兽。那猛兽袭来，似是巨浪扑溪流，山峰压平地，二者看去相差甚远。然而只见那水晶巨人一吼再度传来，身上紫芒闪烁，身体竟急速扩大，眨眼之间，水晶巨兽便化作了高达100米的巨人。8只手掌纷纷握拳，每个拳头都似是一座小山，如同陨石流星一般，向那猛兽轰炸而去。而那祖兵也是气势不该，双爪舞动，撕裂虚空，继续向水晶巨人正面袭来。砰砰，眨眼之间，水晶巨人便与祖兵猛兽站在了一处。哪怕这座由凯宏大师布置的遗迹本坚不可摧，可在此等交战之下，也是摇晃不定，更有无数碎石滚落而下。而这2个庞然大物交锋起来，当真是异常恐怖。若不是那水晶巨人下意识地保护着楚风等众人，怕是那祖兵猛兽跺一跺脚所产生的威压，都足以让楚风等人粉身碎骨。楚风，不妙啊！赵红眉头紧皱，暗自对楚风说道。因为一番交战下来，水晶巨人的力量明显开始低于那祖兵猛兽，这样下去，水晶巨人怕是不敌。不要慌，真到万不得已之际，我还有最后一步棋可以走。楚风说完此话，便将手摸向了自己的乾坤袋。因为自从那西殿护法与水晶巨人交战以来，在楚风的乾坤袋内便有一物又不安稳起来，那物自然便是魔兵邪神剑。虽然邪神剑究竟具有何种能耐，楚风无法确定，但这几次下来，
楚风越发确定邪神剑应该有着能与真仙抗衡的力量，只是因为邪神剑那非同小可的反噬之力，非到万不得已，楚风也是不愿使用，有点意思。不过接下来我便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是绝望。西殿护法冷然一笑，随后他的体内便散发出肉眼可见的仙级武力，那仙级武力如泄闸的洪水一般自他的体内奔腾而出，随之又毫无保留的融入那祖兵猛兽的体内。伴随着大量的仙级武力入体，那祖兵猛兽也是越来越强，速度越来越快，攻势越来越凶。此等情况之下，水晶巨人已经明显招架不住。忽然之间，那祖兵猛兽两只巨爪分别抓住了水晶巨人的2条手臂，一只巨口更是咬住了水晶巨人的半个臂膀。撕拉，紫芒奔腾，仿佛鲜血喷涌。只是这一击，水晶巨人便丧失了2条手臂以及半个臂膀，就仿佛人类受伤一般。水晶巨人连连倒退，站立不稳，就连气息也是异常的卑微。糟了！此一刻，莫说旁人，就连楚风也是目露绝望。水晶巨人已不如先前，但那祖兵猛兽却是越来越强，二者的对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场的人皆是明白，水晶巨人已无法与祖兵猛兽抗衡，怕是没人能保得住他们了。绝望吧，我就是喜欢看你们这种绝望的目光。西殿护法得意地看着楚风等人，你这个混账！有人忍受不住，对西殿护法辱骂一声。人们明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可是对方却偏偏不杀他们，这种性命被对方捏在他人手中，对方想什么时候杀便什么时候杀的感觉，当真是极度的不爽折磨。西殿护法的所作所为，对于众人来说，当真是一种心灵上的折磨。然而就在此刻，那已经身负重伤的水晶巨人体内竟绽放起耀眼的金色光芒。与此同时，水晶巨人的体内也是散发出极为强大的气息，竟将那祖兵猛兽冲得连连后退，最终化作了本体，恢复成了一件兵器。这怎么会这样？见此一幕，莫说旁人，就连那西殿护法也是目瞪口呆，满眼的惊恐，因为他在那水晶巨人的身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力。此刻水晶巨人所具备的力量足以将其斩杀。然而就在此时，一声巨响忽然传来，那水晶巨人竟然4分5裂，最终化作了道道水晶碎片，以及那金色的气体漂浮在半空之上。这一刻，原本惶恐的西殿护法开始放声大笑，这么大的气势，我还以为要放什么大招，搞了半天是在自毁。西殿护法讽刺地说道。而此刻众多高手也都是叹息不断，他们本来也都以为水晶巨人是要逆袭，毕竟现在的气息是那么的强横。然而此刻的结局却让他们再度落入了极度的失望之中。然而就在此刻，那水晶巨人所化作的碎片忽然如同雨点一般，向那西殿护法以及魂音宗的众位高手飞掠而去。一切来得太快，人们还没反应过来，那水晶巨人所化作的碎片便洞穿了西殿护法以及魂音宗众位高手的肉身，死了。只在眨眼之间，由西殿护法所率领的魂音宗众位高手已是死的不能再死，皆是被那水晶巨人所化作的碎片所斩杀。觉得逆袭，当真是绝地逆袭啊！想不到那水晶巨人死了之后实力更强，竟将魂音宗的西殿护法斩杀。此一刻，众位高手忍不住激动地大喊起来，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水晶巨人真的将西殿护法以及魂音宗的众位高手斩杀了。虽然他是牺牲了自己，但终究是保住了众人的性命。可恶！然而就在人们欣喜若狂之际，一道声音的响起，却让人们再度从喜悦之中落入了绝望的谷底。那个声音竟然是西殿护法的声音。西殿护法他虽然肉身已毁，但是显然他还并没有死。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没死？此刻楚风以及王强皆与众人一样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因为西殿护法的肉身当真是毁得彻彻底底，相比他的丹田也在那一刻被轰成了粉碎，他不可能还活着才是。真仙境的高手超脱了肉身的极限，不能以寻常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赵宏说道。赵宏此话一出，莫说楚风与王强，就连在场的众位高手也是目光一变，只凭这一句话，他们就能够断定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绝非寻常之辈。然而人们此刻最关心的却并非赵宏的来历，乃是眼前的局势。西殿护法未死，对他们来说就仍然是巨大的威胁。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今日之事，我魂音宗与你没完。西殿护法的声音再度响起，紧随其后一阵狂风席卷而来，便将西殿护法的那件祖兵以及魂音宗众位高手所遗留之物全部卷走。走了！众人瞠目结舌，西殿护法明明未死，为什么就走了呢？为什么就走了？听他的声音并不是很虚弱，我们应该依旧不是他的对手才是啊。虽然对于西殿护法的逃走人们感到庆幸，但是同时人们却也无法理解西殿护法这样的行为。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离开此处再说。预言大师说道。大师所言极是，西殿护法既然出现了，魂音宗搞不好也有其他高手来到了八荒乱坟岗，那西殿走了未必就是逃了，搞不好是去叫援兵了，我们还是先离开此处再说。也有其他人附和道。随后由预言大师带路，楚风等人便离开了这座凯红大师的遗迹，直到来到了一处人们觉得安全的地方才停下来。诸位前辈，既然此处已经安全，那我们便告别了。楚风对预言大师等人抱了抱拳，随后便准备离开。楚风小友，先等一等。然而就在此刻，孔氏天族内一位五祖巅峰级高手却是站了出来，拦住了楚风三人的去路。不知道这位前辈还有何事？楚风问道。楚风小友，我就明说了，你们三人进入了凯红大师的遗迹内，想必已经有人获得了凯红大师的传承。之前预言大师就说过，你是那遗迹的有缘人，你得到凯红大师的传承，我们并无异议。只是凯红大师的宝藏，我们还请楚风小友能够拿出来一部分与我们分享一下。毕竟我们这些日子为了这座遗迹
也是付出了不少。楚风小友能够顺利拿到宝藏，也是有我们的功劳。想必楚风小友也不想我们空手而归吧？那位孔氏天族的五祖高手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臭不要脸！”赵红愤怒不已，张嘴便要破口大骂。然而就在此刻，楚风却是抓住了赵红的手腕，对他使了一个眼色，稳定住了赵红的情绪。随后，楚风面露淡淡的微笑，并没有只是看着孔氏天族的那位高手，而是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众人，说道：“首先，我们进入凯红大师的遗迹，没有一处是你们帮助我们通过的，就连那座守护大阵，也是我们三人合力解开的。若不是我们三人，想必诸位前辈连那座大门都打不开，连那道你们无法通过的火海都无法见到。我真是想不通，这位前辈所说的功劳究竟在哪里？”楚风看着那位孔氏天族的五祖高手说道：“我这个……”那位孔氏天族的高手似是想要辩解，然而却又无力辩解，一时之间，满是皱纹的老脸变得通红。哦，我想起来了，在解那守护大阵的时候，我曾有老几位戒灵师前辈出手，不过你们似乎是拒绝了。楚风又看向了那几位戒灵师，此一刻，那几位戒灵师皆是低下了头，不敢与楚风对视。毕竟楚风所言属实，之前楚风的确请他们出手帮忙解开那座大阵，然而他们却不相信楚风，皆是没有出手。遗迹的事先放下不说，因为不管怎么说，你们也都不在理。我就说一说刚刚发生的事，在座的前辈皆是大名鼎鼎之辈，哪怕五祖巅峰的高手，在场的便有多位，五祖境的那就更不用说了。你们的实力不用我说，是得到百炼凡界众生公认的，的确是厉害。但是我想问，你们之中可有一个能够斗得过魂阴宗的那个护法？又可有一个在魂阴宗那个护法嚣张不已的时候，站出来与他抗衡？楚风再度说道。此一刻，不只是那些戒灵师，就连其他人也是纷纷低下了头。先前他们的确没有一个人敢与魂阴宗的那位西殿护法正面抗衡。先前若不是我催动水晶巨人，怕是在座的前辈都已死在魂阴宗那位护法的手中。诸位前辈没有一个站出来对我说一个谢字也就算了，居然还想着我们在凯红大师遗迹内的所得，还想着让我分你们一份。我若没有理解错，诸位大名鼎鼎、实力强悍的前辈们，这是要准备见财忘义，对我恩将仇报了吧？楚风用那讽刺的目光扫视着众人，而这一刻，莫说众人的头都低着，就连脸色也是越发的涨红。因为楚风所言属实，先前若不是楚风催动水晶巨人，他们的确不可能活着走出那座遗迹。于情于理，他们都不该再找楚风讨要那遗迹内的宝物。其实，就算楚风不说，他们也都或多或少的感到惭愧。然而，楚风这番话可谓字字如刀，句句见血，自然让他们惭愧不已。诸位，你们有没有发现一点？就在此刻，结界圣姑忽然开口了。相比于他人，他的脸上倒是没有一丝惭愧。什么？众人一同问道。他们都想打破眼前这个尴尬的局面，而结界圣姑此话一出，倒是刚好可以让他们转移话题。楚风先前放出的水晶巨人，与先前那4个很像。我若没有猜错，那个真仙境的水晶巨人，乃是之前那4个五祖巅峰的水晶巨人融合而成。结界圣姑诡异的笑道：“那又如何？”一位蛇纹级仙袍戒灵师不以为然的说道：“这便说明现在的楚风三人是没有水晶巨人守护的。我们若是想对他们如何，他们将毫无招架之力，所以根本不用与他废话，直接动手不就得了？”结界圣姑说完此话，将那阴冷的目光投向了楚风三人。“你敢？”赵红愤怒地说道。“有何不敢？难道我们这些人会怕你们3个小娃娃？”结界圣姑阴冷地笑道。“结界圣姑，先前若不是楚风小友出手，我们都要死。你现在这是要做什么？”预言大师开口说道，倒有些劝解之意。“结界圣姑，你若想对楚风小友不利，我段春昌第一个不答应。”段春昌长老说此话之际，还将他那五祖巅峰的威压释放而出，表现出了他要保楚风的诚意。“结界圣姑，你若这样，那可就真是恩将仇报了。”在此之后，也有不少高手纷纷表示出对结界圣姑想法的不支持。诸位，凯红大师是什么人物？不用我说，你们都很清楚。凯红大师留下的遗迹，将是我百炼凡界最珍贵的财富之一。难道你们真的愿意将凯红大师所遗留下的所有宝藏都让给这3个小鬼？先不说这3个小鬼能否将凯红大师遗留下的宝藏完美的运用，单说他们3人的实力，就没有守护凯红大师宝藏的能力。与其日后这宝藏被魂阴宗的人夺取，还不如今日我们帮他们保管。”结界圣姑说道。结界圣姑此话说完，人们的面色都是一变。莫说一开始就针对楚风的，就连先前替楚风说话的目光也是变得复杂起来。他们可能心有惭愧，所以并不想伤害楚风，但是却也不想让楚风3人独吞凯红大师留下的宝藏。真是漂亮，抢夺他人宝物，居然也能给自己找到如此借口，我真是不得不佩服你的厚脸皮。楚风讽刺地说道。楚风小友，虽然你与结界圣姑有过节，可是他的这些话却也不无道理。你们3个年龄还小，实力也还不够，凯红大师的宝藏放在你们3个身上的确不安全。不如这样，我们先帮你保管，待得日后你们有了守护那宝藏的能力，我们再原物归还。孔氏天族的那位五祖巅峰再度说道。我去你妈的，你们这些人和魂阴宗的那些家伙有什么区别？赵红愤怒地辱骂道，一张清秀的小脸被气得通红。要我看，他们比魂阴宗的人还可恶。毕竟魂阴宗的人是光明正大的无耻与凶残，但是他们却是一群表面正人君子，而实际上却是一群欺软怕硬、不择手段之辈。王强也是讽刺地说道。3位小友，你们怎么能这般说话？我们真的是为你们好，你们现在可能还无法理解我们的心意，但是日后你们会理解的。孔氏天族的五祖强者说道。且说话之间，将自己那五祖巅峰的威压释放而出，封住了楚风3人的退路。预言大师段春昌前辈，你们也准备与他们同流合污？
楚风看向了预言大师与那位段春昌，预言大师面露为难之色，最终什么也没有说，而段春昌则是用难为情的语气说道：“楚风小友，传承你留着，宝藏也不是全让你交出来，你只要拿出一部分便可以，只要你肯拿出来一些，我保证这里的人没人敢伤害你。我若说我们只得到了凯宏大师的传承，根本没有什么宝藏，那你们可信？”楚风问道。楚风小友，那只能麻烦你把腰间的乾坤袋交出来，让我们检查一番了。那位孔氏天族的强者抢着说道：“我懂了。”楚风微微一笑，随后说话之间便将邪神剑给自乾坤袋内取出，握在了手中。楚风，你这是干嘛？可不要告诉我，这就是你自凯宏大师的遗迹内所得的宝藏。结界圣姑讽刺的说道。楚风淡淡一笑，说道：“想搜我们3人，要看你们的本事了。但是我事先提醒你们一句，现在收手还来得及。若你们真要动硬的，那么后果自负。楚风小友，我们很感激你，先前救了我们，可我们并非3岁小孩子，你这样吓唬我们，不觉得很无趣吗？”孔氏天族的那位强者说话间，看向了在场的其他人，说道：“诸位，楚风小友已放狠话，你们可怕？”众人并未回答，但是这一阵嘲讽的笑声却是最好的回答。而此刻心中最得意的，却要数结界圣姑。在他看来，这一般挑唆之下，楚风是休想安然走脱，就算不死，怕也是要身负重创，被人教训。楚风小友，看来你吓唬不住我们，那就只能得罪了。那位孔氏天族的5组强者双眼一眯，随后那5组巅峰的威压便向楚风3人压迫而去。他并没有动杀机，可是在他看来，只是这一缕威压就足以让楚风3人人仰马翻，身负重创。他对楚风先前的顶撞有所不满，是要借此机会对楚风3人施以惩戒。我看今日谁能动他？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忽然自天际炸响，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气息也是笼罩而下。那股气息实在太强，哪怕诸位5组巅峰的威压在其面前也是不值一提。滚滚威压封锁天地，此等雄威之下，一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从天而降，落在了楚风3人的身前。此人乃是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长得很瘦，穿的也很破，一个本就破烂的布衣竟然缝缝补补多处，就像是一个乞丐的衣服。然而当这位老和尚出现之后，却没有一个人敢轻视于他，尤其是那些先前有意为难楚风的人们，一个个的更是眉头紧皱，吓得瑟瑟发抖。因为任凭是谁都能够猜到，这位便是那股强大威压的主人。这位不仅是真仙，而且绝对不是一位寻常的真仙。前辈，是您？见到这位老和尚，楚风顿时一喜，因为他认识这位老和尚。这位老和尚正是楚风当日在暗夜鬼灵所遇到的那位老僧。说起来，楚风与这位老僧还真算是有着一些渊源。楚风小友，你放心，有我在此，没人敢伤你分毫，也没人能伤你分毫。老和尚回过头来，冲楚风淡淡一笑，却很是亲切。这下糟了！见此一幕，如结界圣姑以及孔氏天族的那位5组巅峰，更是暗叫不好，觉得他们已经身处于死亡的边缘。毕竟看样子，楚风与那老和尚的关系绝对非同小可。这位前辈，不要有所误会，我们并没有要对楚风小友如何，我们只是眼见大事不好。那位之前对楚风出手的孔氏天族的5组开口了，他一脸的殷勤，想要解释一番，避免受到老和尚的制裁与惩罚。然而他的这番辩解之词还未说完，只见老和尚的目光忽然变化，一道奇异的光芒也是闪烁开来。下一刻，那位孔氏天族的5组便一大口鲜血喷洒而出，随后虚弱的跪在了地上。他瑟瑟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一般，虚弱的有些诡异。看到那位5组巅峰此刻的下场，如结界圣姑等人更是心中一凛，越发的惊恐起来。此人的修为还在，但是此生此世都只能停留在5组巅峰，再也没有机会踏入真仙。什么？听得此话，众人心中又是一惊，因为只是一击便封锁了一个人日后的前程，这等实力当真是可怕，他们都怕落得与那位5组巅峰一样的下场。这便是他对楚风小友出手的下场。但是我敢保证，日后若是还有人敢对楚风小友出手，他的下场绝对不止于此，我会让他变得猪狗不如，活得生不如死。老和尚说话淡如静水，没有一丝愤怒的语气，然而他的这番话落入众人心中，却具有着超乎想象的冲击力。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对方的确有能力做到他所说的这些。3位小友，再会了。放完狠话之后，老和尚回过头来，冲着楚风3人意味深长的一笑，随后身形微微一晃，便消失不见。随着老和尚消失的，还有他那股强大到快令众人窒息的威压。老和尚走后，这片天地恢复到了先前的平静，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那位老和尚是否真的走了，所以众人都愣在那里，不知所措，心仍不安。楚风小友，我们先前真的没有恶意，还望你不要在意。片刻之后，人们的情绪有所缓和，开始向楚风赔礼道歉。此刻他们对楚风的态度已经完全变了，因为他们知道楚风的身后真的有着一位真仙强者守护，并且这位真仙强者绝非寻常之辈，强大到令人为之胆寒。诸位前辈，可还要继续拦我？楚风并未理会众人的道歉，而是笑眯眯地问道。此一刻，人们一脸的苦笑，尽显尴尬。他们都知道楚风是在挖苦他们，可是明知如此，他们却也不敢表现出丝毫的不高兴。那便再会了。楚风对着众人抱了抱拳，然而个看似礼节的动作，却满含讽刺之意，让众位所谓的高手更加惭愧，一个个的再度低下了头。看到众人那惭愧的模样，楚风的嘴角却掀起了一抹冷笑。今日之事，楚风已经看透了这些人，这就是一群真正的伪面君子，包括那个预言大师与段春昌。总之，今日在场之人，没有一个光明磊落的正义之辈，
一番嘲讽之后，楚风忽然身形一纵，随后便拔空而起，与王强、赵红二人向天际的远处飞遁而去。楚风三人离去了，可是留下的众人却迟迟没有走开，因为他们仍心有余悸，仍不知所措。但他们能够确定的是，今日对楚风的所作所为，似乎是捅下来一个不小的篓子。诸位，我想你们现在也肯定都很不甘心，但是我奉劝你们一句，最好还是不要与楚风为敌了。先前那位的实力多半是要超乎你们的想象，莫说你们，哪怕你们身后的势力，恐怕也是得罪不起。预言大师开口说道。预言大师此话一出，人们心神一震，在场的是什么角色？四大势力的人可都在，而预言大师的意思是，那位是连四座一等势力都招惹不起的存在。这个评价未免太高，也未免太可怕了一些。大师，那位的实力究竟是极品真仙？好奇之下，段春昌长老问道。我的实力与你一样，你既然无法看透他的实力，我又怎么能看得透？只是先前我有一种预感，虽然这预感很是模糊，但是这个预感告诉我，那位是一位非常危险的人物。预言大师说道。有多危险？众人一同问道。比我在百炼凡界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危险。预言大师说道。听得此话，众人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预言大师是什么人物？说起修为，他的修为虽然强，但也只是五祖巅峰，与那些真仙级的强者比，还算不上什么。然而，预言大师的地位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几乎百炼凡界最顶尖的强者也都要给预言大师几分颜面。那些强者，预言大师多半也都见过，所以预言大师给予那位老和尚的评价当真是极高。预言大师的这番评价无疑给众人敲了一记警钟。但是要说郁闷，最郁闷的却是结界圣姑。他很明白在座的其他人与楚风的过节不深，他们只要想和解，总是能与楚风和解的。可是他却不行，这让他很是头疼。毕竟楚风身后的那个靠山着实是太过可怕了一些，就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挡在他与楚风之间，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些高手想着该怎么处理与楚风当下的关系时，楚风三人已经离开了八荒乱坟岗。楚风那个老和尚是谁？他的实力似乎很强。赵红问道。是啊，兄弟，真是想不到你竟找到了如此靠山，难怪你面对那些伪君子还如此淡定。王强也是一脸的兴奋，毕竟先前的他们也是差一点便遭遇不测。我与那位前辈不过只是几面之缘，并不熟悉，他肯出手相救，我已经非常意外。我觉得他不会一直保护我，所以我们都不能指望着他，日后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楚风说道。虽然他洞察不到那位老和尚的行踪，但是他有一个直觉，那个老和尚已经走了。先前那番话不过是吓唬预言大师以及结界圣姑等人的，并不会真的一直保护他。求人不如求己，楚风说得很对。赵红赞同的说道。我们如今得到了凯红大师的传承，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估计会有很多人对付我们，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楚风说道。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躲着呀。王强说道。当然不能躲，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楚风说道。那便先去寻找凯红大师留下的宝藏吧，也许对我们会有帮助。赵红说道。先去哪一处？王强问道。我的那个太难，楚风那个似乎更难，毕竟现在与孔氏天族的关系不是太好，所以先去你的那个吧。赵红对王强说道。兄弟，你觉得呢？王强对楚风问道。就赞同赵红的意见。楚风说道。那就这么定了。王强嘿嘿一笑，随后楚风三人便向那个旱魃死水潭行去。虽然那里不如凤凰火焰城凶险，但同样也是百炼凡界的禁地之一。阴氏天族，一座最为神圣的大殿，可以容纳几百万人。如今在这大殿之中，不仅聚集着阴氏天族的诸多高手，还有着足足5座2等势力的掌教，以及诸多高手在此。这5座2等势力，其中2座是与阴氏天族一样，在2等势力之中排名较为靠前的存在。剩下的3座虽然不如阴氏天族，但也只是稍微差了一点，实力同样不容小觑。这些势力都是阴氏天族的联盟势力，如今聚集于此，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帮助阴氏天族对付楚风。眼下他们已是达成一致，联盟成功，所以阴氏天族的众位族人，包括那位阴氏天族的族长，皆是颇为得意。因为他们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盟友邀请于此，可不只是要对付楚风，最重要的是对付那位楚风撑腰的落霞谷以及三星殿。而在阴氏天族看来，哪怕落霞谷与三星殿再强，可是想与他们如今这个联盟阵容抗衡，那也绝对是要败的。所以他现在就要向百炼凡界的所有人证明，他阴氏天族想要对付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够保得住，哪怕落霞谷与三星殿也是不行。族长大人，属下有事禀报。然而就在此时，忽然有一位阴氏天族的长老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贵宾面前这般慌张，成何体统？见那位前来报信的长老神色慌张，阴氏天族族长很是不悦。族长大人，我们派往八荒乱坟岗的人回来了，据可靠消息，我阴氏天族的2队人马都遇到了楚风。那位长老说道。遇到了楚风？那可有活捉楚风？听到楚风2字，阴氏天族族长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就连其他人也是神色一变，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那位报信的长老。没有。那位长老摇了摇头。没有，那么多人居然连一个小辈都抓不到，真是一群饭桶废物，全都是废物。他们人呢？把他们给我叫过来，我非要好好惩戒一下他们不可，真是丢尽了我阴氏天族的人。果不其然，听得此话，阴氏天族族长顿时面露怒容。族长大人，他们都已经死了。见状，阴氏天族族长追问起来。什么？死了？听得此话，阴氏天族族长以及在场的众人皆是目瞪口呆，满眼的意外。在他们看来，阴氏天族派出去的高手捉不住楚风就已经很不合常理，怎么可能全部死了？
是落峡谷与三星殿的人出手了。鹰氏天族族长问道。在他看来，会在八荒万坟岗内斩杀他鹰氏天族之人的，便唯有落峡谷与三星殿的人了。不是楚风杀的。那位报信长老说道。楚风竟是被楚风所杀。这一刻，人们更是大惊。族长大人，那楚风在八荒万坟岗内似乎得到一座阵法相助，实力大增，不容小觑。并且据可靠消息说，那八荒万坟岗内的遗迹就是凯洪大师的遗迹，而得到凯洪大师传承的人便是楚风。那位长老说道。楚风他居然还得到了凯洪大师的传承，怎么会这样？不是听说周氏天族、孔氏天族、仗剑仙门、佛光天寺都派高手去了吗？那么多高手，怎么可能被一个小辈抢走传承？此刻莫说是鹰氏天族的众人，就连鹰氏天族请来的那5座联盟势力也都是坐不住了，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甚至很多人都不太相信这件事是真的。消息可靠吗？鹰氏天族族长问道。可靠，绝对可靠。据说得到传承的除了楚风之外，还有2个人，那2个人是楚风的朋友，都是小辈，而凯洪大师留下的传承以及所有宝藏，如今都在他们3人手中。那位报信的长老继续说道。真是想不到这个楚风竟然走了这样的狗屎运。话到此处，鹰氏天族族长的嘴角竟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随后高兴地笑了。鹰兄，你为何忽然如此高兴？有人好奇地问道。那楚风是我们要对付的人，只要我们抓住了他，那凯洪大师的遗迹以及宝藏岂不就是我们的了？鹰氏天族族长说道。话是这么说，可是此事已经传开，想必不止我们想要对付那楚风，怕是很多人想对付楚风，恐怕就连4座一等势力也都不会放过那楚风。毕竟凯洪大师的传承可是非同小可的啊。有人担心地说道。若是如此，岂不是正好？我们联手虽然能够压制落峡谷与三星殿，可是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损伤的。但是若是4座一等势力出手，哪怕是其中随便一个出手，那便绝对不是落峡谷与三星殿承受的了的。鹰氏天族族长说道。妙哉，真是妙哉。听得鹰氏天族族长的话后，人们恍然大悟。落峡谷与三星殿看中了楚风的潜力，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那楚风。然而这楚风竟然夺得了凯洪大师的传承和宝藏，虽然表面看起来这是那楚风有本事，可他一个区区小辈，这简直就是捅了天大的篓子，惹下了滔天大祸。真是不知道这个消息传到落峡谷和三星殿的耳中，他们还会不会继续保那楚风？真想看一看他们当时的嘴脸啊！此刻，如鹰氏天族族长以及5座势力的掌教和诸多当家长老们，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在他们看来，楚风惹下了大祸，想要对付楚风的人将数不胜数，根本不用他们出手，便自然有人收拾楚风。他们怕是要不战而胜了。然而，就在众人一脸喜悦、放声大笑之际，那位报信的长老脸色却越发难看，似是有话想说，却又不敢说。但是最终，他还是咬了咬牙，鼓足勇气，用那颤颤巍巍的声音说道：“族长大人，各位掌教，我们怕是不能动那楚风了。”什么？鹰行你在胡说什么？听得此话，鹰氏天族族长勃然大怒，说话之间，虚空都是一颤。见此情形，那位报信的长老赶忙跪在地上，说道：“族长大人，今日收到的消息，不仅是来自那八荒万坟岗的，还有来自4座一等势力的信函。4座一等势力的信函。”此刻，众人又是一惊。事实上，不仅是仗剑仙门、佛光天寺、周氏天族、孔氏天族这4座一等势力，就连百炼凡界一些久不出世的老妖怪们，竟也纷纷寄来了一些信函。那位报信长老说道：“此处已是满头大汗。”而他说话之间，的确自袖口内取出了诸多信函，而单看那信函的外表，也看得出来，这些信函的确并非来自同一处地方。最重要的是，那其中的4封信，竟真的是来自4座一等势力的。而除了来自一等势力的信函之外，那其余的一些信函上面也都写着主人的名字，或者有着主人特有的标志。就如同那位长老所说，这些人皆非寻常之辈，的确是百炼凡界大名鼎鼎的老妖怪。就算抛开4座一等势力不谈，哪怕是那些老妖怪，也没有一个是鹰氏天族得罪得起的。我们向来与这些家伙交往甚少，他们忽然给我们发信函，是所谓何事？鹰氏天族族长也是眉头微皱，在他看来，今日之事多有蹊跷，多半不是什么好事。信函的大概意思其实是相同的，只是这个内容属下不敢说。那位报信长老不断地擦拭着自己身上的冷汗。都什么时候了？你直说就是。鹰氏天族族长催促道。就是，快说。与此同时，那5座势力的掌教们也是纷纷催促，他们都想知道那4座一等势力以及那些所谓的老妖怪究竟在卖弄什么关子。他们说，让我们不得再动楚风，若是我们还要执意与楚风为敌，他们便将我鹰氏天族夷为平地。那位报信长老说道。什么？这一刻，莫说是鹰氏天族族长，就连在此场的其他人也是面容大变，甚至更有甚者，更是扑通一声被吓得瘫坐鱼的。八荒万坟岗内的遗迹，便是凯洪大师的遗迹，而楚风、王强、赵红3人成为了凯洪大师遗迹内的传承者。此事传播开来没多久，以仗剑仙门、佛光天寺、周氏天族、孔氏天族为首的各方强者，便纷纷公告天下，要保楚风。若谁敢动楚风，那便是与他们为敌。这2件大事一经传开，顿时在百炼凡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之前的楚风，如果说只是小有名气，那么现在的楚风，无疑成为了百炼凡界最受人瞩目的存在之一。毕竟，如今楚风的头上可是加了一个新的头衔，那便是凯洪大师的传承。很多人都觉得楚风将可能是超越黎明公子的存在，将是百炼凡界最耀眼的天才。事实上，不仅是楚风，王强与赵红也是备受瞩目，觉得他们2个也是非同小可，身后有着大背景，甚至很多人开始去调查王强、赵红以及楚风的身份。然而，当这件事情议论纷纷之际，
身为这个事件主要人物的楚风三人却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三人当日离开八荒万坟港后，便前往了那旱魃死水潭所在的方位。旱魃死水潭乃是一处禁地，那里因为特殊的幻境，本就人烟稀少，甚至可以说是连生命体都很少见。可事实上，不仅是旱魃死水潭渺无人烟，就连旱魃死水潭所在的那片辽阔的区域，同样也是了人迹稀少，乃是一处被遗忘之地。如果说不是恰巧百炼场就建于那个区域，怕是那里常年都不会有人出没。所以百炼凡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也不会有人向这个方向传播，而楚风他们又向这个方向行来，自然不会听到那些事情。相公，相公，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忽然，一道温柔似水、甜美可人的声音自赵红的口中传来。这个声音一经响起，楚风顿时神色一变，随后将目光投向了赵红。当楚风看到赵红此刻那含羞待放的模样后，嘴角不由掀起一抹同情的笑意，随后将那同情的目光投向了王强。果不其然，此刻的王强已是脸色发青，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很是谨慎地对赵红问道：“娘子，你又想玩什么花样？能不能别欺负我了？”其实这也不能怪王强，一路走来，赵红可没少虐待王强，他们两个一路之上常常拌嘴。而别看王强磕巴，可是王强的嘴却不是吃素的。若论吵架，赵红还真不是王强的对手，而每当赵红说不过王强之时，赵红就会动手。至于王强，自然就会惨遭揉虐。可是偏偏王强管不住自己的嘴，每次都要反驳。上一次被虐得比较惨，长记性了，无论赵红怎么找茬，他都默默点头表示赞同，不敢反驳。然而赵红突然间如此温柔，简直怪异的太明显，着实将王强吓了一跳。哪有，人家是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件事。赵红笑眯眯地说道：“什么事？”王强战战兢兢地问道：“相公，咱们两个分别给对方设一个复魂结界咒吧。”赵红说道：“啥玩意？复魂结界咒？好端端的设那东西干啥？多吓人啊！”听得此话，王强顿时吓得张大了嘴巴，就连楚风也是眉头微皱，心中一紧。复魂结界咒是什么？那相当于是一种用结界术来设的诅咒，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结界术，有些阴暗，但却也不是寻常人能布置得出的，同时也不是寻常人就知道的，这必须是仙袍界灵师才能布置的结界之术，并且是一种失传许久的结界之术。想必这个世间知道这个结界术的人并不多，哪怕楚风三人如今得以知晓，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凯红大师的传承。因为凯红大师的传承之中就包括了这个复魂结界咒，而这所谓的复魂结界咒，类似于让对方许下一个誓言，当对方许下誓言的时候，这个结界咒就会生效，形成字体，附于魂魄之中。若是对方违背誓言，这个结界咒就会发作，轻者立刻魂飞魄散，重者生不如死，疯癫一生，终生受那结界咒的折磨。而现在这赵红居然要在他与王强的身上设下如此凶险的东西，楚风怎能不惊？赵红，不要闹，这种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出于对二人安全的考虑，楚风也不得不开口劝阻。楚风，你不懂了吧？复魂结界咒虽然凶险，可是只要不犯错，便不会受其惩罚，这不更好约束我和我相公吗？除非话到此处，赵红又看向王强说道：“除非你会对我不忠。”我怎么会？那你说要在我发怎样的毒誓？王强硬着头皮问道。很简单啊，我的要求并不高，当我在你身上设下复魂结界咒之后，你只需说：“娘子，我永生永世都只爱你一个人，永远不变心，永远对你好，天天给你洗脚，一直洗到老。你打我，我不还手；你骂我，我不还口，我还要给你做好吃的，陪你走遍天涯海角，带你看尽世间美景。如果我做不到，我就断手断脚，断子绝孙，最后四分五裂，把头埋在牛粪里，永世不得超生。”赵红很是兴奋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眉头一皱，因为他知道王强一直想摆脱这个赵红，心里根本就不喜欢赵红，若是发下这样的毒誓，那可是必死无疑的。与此同时，楚风也在心中感叹，这赵红还真是够狠的，居然逼王强发下这么狠的誓，这当真是生不如死啊！而楚风已是如此，王强的脸色更是难看，但王强还是故作镇定地问道：“你让我发下如此毒誓，不是不可，那你呢？”见状，赵红双眼一眯，得意的一笑，说道：“我只留下一个字便可。”行。听的这个字，王强的脸顿时变得火红，随后对赵红大骂道：“我去你妈的吧！你竟敢骂老娘！你真是活腻了！”赵红也是大骂一声，随后一把抓住那准备逃跑的王强。在此之后，一阵惨叫便不断自王强口中传来。虽然赵红是怒了，但却没有真的下狠手，给予王强的折磨也都是承受范围之内，并不会真的伤到王强。尽管王强就在赵红的手里，但赵红却也没有真的给王强设下那毒辣的复魂结界咒。由此可见，赵红先前所言不过是逗王强的而已。虽然兄弟在遭受折磨，但是楚风嘴角的笑意却是愈来愈浓。尽管受欺负的总是王强，但是一路看下来，楚风倒是有了一种感觉，这对活宝似乎还挺配的。然而就在楚风将目光再度投向前方之际，目光却是不由一变。按照一路走来打探到的消息，前方不远应该就是旱魃死水潭，那里本该是没有生命才是。然而此刻在楚风的前方却出现了一大群人，其中都是小辈，但却不乏高手，甚至有人的实力还要在楚风之上。咦，真是奇怪，这些大家族的小杂碎们怎么都跑这里来了？赵红目露狐疑之色，因为那些小辈身穿的服饰便透露了他们的身份不简单，其中不仅有着诸多强大的二等势力弟子，就连4大等势力的小辈们也有。
至于那些没有明确穿着各方势力服饰的小辈，修为普遍也都还不错，想必多半也是有着背景的。这群背景特殊的家伙们，虽然往往人品都不怎么样，但是他们的优势就在于身后有好的背景，天生就有着优越于常人的条件与资本，无缘无故居于此处，必有猫腻。王强盯着那群人，眯着小眼睛说道，而他的话中之意很是明显，他觉得这群小辈出现在此处，怕不是寻常的小辈聚会，很有可能是为了探寻什么而来，到底有什么猫腻，听听便知晓。楚风说道，虽然那群小辈的普遍实力不弱，甚至其中几位的实力甚至比楚风与王强还强，但是楚风三人好歹也是仙袍界灵师，他们不仅发现不了楚风三人还能够悄无声息的观察到他们的一举一动，听到他们的对话。赵瑜，这个消息是否可靠？若是我们进去了，结果什么都没有，你的小命我可就要收走了。人群之中，一位身高2米、面容有些冷峻的男子对一名身材消瘦的男子冷声说道。这名身材高大的冷峻男子身穿孔氏天族的服饰，别看他是青年的模样，但楚风三人一眼就看出此人年龄已过100岁。严格来说，他已不是小辈的身份，不过此人的年龄虽然已过100岁，但是却也只是刚刚过了100岁而已，还远不到200岁，所以也就难怪他与这些小辈混在一起了。想必无论是他还是那些小辈心中都还觉得他是一个小辈。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名男子的实力可是不弱，楚风三人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名男子的修为乃是一名一品五祖。孔圣大哥，我哪敢骗您啊，真的是千真万确，小弟绝不撒谎。那名被叫做赵瑜的男子对那位一品五祖的孔圣表现出了绝对的忌惮与谦卑，而这也不怪他，毕竟这个叫做赵瑜的家伙在这些人中修为是最弱的一个，只是一名2品半祖而已，别说是身为一品五祖的孔圣，几乎随便站出来一个都能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那好，你再形容一下那2个女子的容貌，以便我们找到她们。记住，你若敢骗我们，我绝不轻饶。孔圣说道。不敢，我哪敢啊。那赵瑜战战兢兢，随后便开始当着那些小辈的面形容2名女子的容貌。还真别说，这个叫做赵瑜的家伙虽然修为不强，但他这形容其人之外貌的功力还真不是盖的，活灵活现，真真切切。在他的形容下，人们就仿佛能够看到他所形容之人一般。兄弟，这一刻王强的眼中充满惊讶之色，不由得看向了楚风。然而楚风的目光却比王强还要复杂的多，他转过头来，以一种很是凝重的语气对赵红问道，赵红，若是要你对付那个叫做孔圣的家伙，可有把握？放心，我有绝对的把握能够制服他。赵红自信的一笑，随后以开玩笑的语气说道，楚风，你该不会只是听人家形容便看上了那2个女子吧？然而对于赵红的这个玩笑，楚风却是无动于衷，而是说道，若是可以的话，就我殿后吧，我有些话想问那个赵瑜。楚风此话说完便猛然现身，随后向那群人飞掠而去，最终落在了那个赵瑜的身前。什么人？忽然之间有一人出现，落在众人之间，所有人都是神经一紧，毕竟这里已属于旱魃死水潭的领地，此种境地常年没有人影，就算有人赶来这里，也绝非等闲之辈。然而面对众人的质问，楚风却根本不理会，他一把抓住了那名叫做赵瑜的男子，问道，我问你，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那2名女子的？喂，臭小子，你到底是谁？我问你话呢。一名修为在6品半祖的孔氏天族青年指着楚风的鼻子，气势汹汹地质问起来。然而就在此时，又有2道身影飞落而下，如同护卫一般站在了楚风的两侧。这2位自然便是王强与赵红。王强还好，毕竟他的修为就算比楚风强，但也只是6品半祖而已。可是赵红这一出现，那可就是非同小可，毕竟他可是1品5祖。全都给我闭嘴！赵红将那冷冽的目光横扫开来，与此同时，1品5祖的威压也是向四方压迫而去，强大的威压势不可挡。在场之人除了那名叫做孔圣的男子之外，所有人都被吹飞开来，落地之时，轻者鼻口窜血，重者已是直接昏迷过去。赵红的出手可是相当的有魄力，乃是真正的不留情面，哪怕只是威胁，却也要致人伤残。五祖，他是一位五祖。这一刻，那些被击退之人一个个面露惊恐，毕竟他们都只是半祖，五祖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峰。竟敢对我的人出手，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孔圣冷声问道。管你们是谁，叫你闭嘴就闭嘴，再废话就撕烂你的臭嘴。赵红说道。真是找死！你真以为你区1品5祖就能与我抗衡？孔圣目露怒容，区天级血脉，为何我就不能抗衡？赵红不以为然地说道。区天级血脉，真是大言不惭，我就让你知道天级血脉的厉害。孔圣大怒，说话之间一拳轰出，正对着赵红便轰了过来。他这一拳非同小可，磅礴的威压就要索人性命。别看他只是1品5祖的修为，但他却具备着逆战4品的战力。准确来说，他这一拳的力道已是能与寻常的5品5祖相媲美。然而就是这样厉害的一拳，赵红却是淡淡一笑，袖袍轻轻一甩，顿时一股劲风横扫开来，竟然就这样轻描淡写的便将那孔圣的一拳给挡了下来。这一刻，莫说旁人，就连那孔圣也是一脸的吃惊。你竟然拥有逆战4品的战力，你也是天级血脉拥有者？孔圣很是惊讶地问道。因为逆战4品战力，这是天级血脉拥有者的标志，并且唯有修为达到5祖，血脉9雷归一之后，才能获得逆战4品的战力，否则在5祖之前，一般都是逆战3品的战力而已。而眼下这赵红竟然与孔圣一样，同样具备逆战4品战力，在众人看来，唯有的可能便是这赵红也是一位天级血脉拥有者。可谁曾想，当那孔圣问起赵红是否是天级血脉拥有者后，赵红却是嗤之以鼻，
一脸嫌弃的说道：“哼，天级血脉，老娘没有也不稀罕，狂妄自大，我要你死！”天级血脉再度被辱，彻底激怒了那个孔圣。孔圣怒喝一声，道道雷霆便自其体内散发而出，9色雷霆相互交织，在其身上形成耀眼的雷霆铠甲，在其后背绽放出霸气的雷霆羽翼。这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乃是天级血脉拥有者的标志，二者一出，修为可瞬息提升2重。此刻那孔圣的气息已不再是1品5祖，而是一位3品5祖，再加上他那足逆战4品的战力，已是可与寻常的7品5祖抗衡。混账东西，看不起我们天级血脉！现在你知道天级血脉的厉害了吗？你真以为你的修为与我孔圣大哥相同，你就真的能与我孔圣大哥抗衡？不知好歹的东西！我天级血脉乃是世间最高贵的血脉，哪怕修为相同，可在天级血脉拥有者面前，你仍是蝼蚁，不堪一击。此刻还不待那孔圣说话，孔氏天族那位修为在6品半祖的青年便得意的大吼起来。而这一刻，先前那些被赵红击退的所有人，嘴角都掀起了一抹解气的弧度。虽然赵红打他们如同猛虎虐白兔，但是他们却知道赵红对战孔圣却是必败无疑，因为二者的差距实在太大。就你这种货色，根本不用老娘亲自出手。然而就在对方得意洋洋，觉得胜券在握之际，赵红身前忽然张开一道界灵大门，紧随其后2只庞然大物便自那界灵大门之中走了出来。这是2只仙灵界的界灵，各个仙气涌动，仿佛仙界卫兵，霸气地站在了赵红的身前，将赵红护在了身后。而当看到这2只界灵之后，莫说是旁人，就连楚风也是神色一变，因为之前楚风与赵红交过手，那个时候赵红曾释放出一位3品5祖的界灵，但是此刻赵红所释放出的2只界灵却并非当日那只。这2只界灵一男一女，似是情侣一般，倒是有些般配，并且这2只界灵的实力乃是4品5祖，4品5祖的修为却散发着逆战3品的战力，也就是说这2只界灵都有着与寻常的7品5祖所抗衡的实力。这个家伙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界灵，他到底是什么来头？此刻那些先前一脸得意的小辈们顿时满面慌张，因为这2只界灵的气息着实太强，几乎每一位都不弱于那个孔圣。给我好好教训这个无知的家伙，让他见识一下你们的实力。赵红说道。遵命。那2只仙灵界的界灵唯命是从，且话音落下之际，已是各自亮出一把长鞭，向孔圣攻了过去。休要小看我！孔圣不甘示弱，手腕一转，便亮出一件半程祖兵，随后便向2只界灵反扑而来。一时之间，轰鸣四起，威压滔天，3位战力强大的5祖已经交战在了一处。2只界灵默契十足，以2打1，配合堪称完美。至于孔圣，则是借助半程祖兵的力量，不断施展强大的武技，以此抗衡2只界灵。虽然孔圣他已是5祖，但是半程祖兵仍能够提升他的战力。他之所以一开始就亮出半程祖兵，就是想借助半程祖兵的力量压制那2只界灵。可不曾想，那2只界灵的实力实在是非同小可，并且掌握着诸多强大的攻击手段。哪怕那孔圣已经凭借半程祖兵提升了他的实力，可依然无法压制那2只界灵，只能战成平手。楚风，要问什么你就问吧，那个孔圣就交给我了。赵红对楚风说道。而此刻，楚风也是再度将目光投向了那个叫做赵瑜的男子。大哥，别杀我，饶命，饶命啊！赵瑜见识到了赵红以及楚风他们的实力，被吓得不轻，赶忙跪在地上向楚风磕头求饶。你站起来，我只需你回答我问题，只要你老实回答，我绝不伤你。楚风说道。大哥，您只要不伤害我，无论什么事情我都告诉你。赵瑜站起身来对楚风说道。先前你说的那2名女子是什么时候见到，在哪里见到的？给我如实说来。楚风问道。其实楚风之所以如此关心这2个女子，那是因为听到那赵瑜的形容之后，楚风顿时内心一喜，因为赵瑜所形容的2名女子与苏柔与苏美2姐妹实在太像。苏柔与苏美当初在5之圣土被月仙附体，强行占据了肉身，后来消失不见，但据说也是前往了天外。但是月仙前往天外，似乎是另寻他法，楚风无法确定月仙就一定来到了百炼凡界，所以起初楚风也觉得在百炼凡界找到苏柔和苏美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听到那男子先前的形容之后，楚风却看到了一缕希望，虽然不能肯定，但至少有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月仙也在这百炼凡界，并且很可能就在这旱魃死水潭之中。大哥，原来你是对那2个女子感兴趣，嘿嘿，那你早说啊，看把我吓的。其实吧，大家都是男人，这些事情我都能理解，因为那2个妹子长得真是好看啊。那赵瑜笑嘻嘻地说道。说重点，再敢废话，我割了你的舌头。楚风剑眉倒竖，颇为恼怒地说道。别，我这就说。见楚风动怒，那赵瑜吓得脸色一变，不敢再有所放肆，随后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楚风。原来这个赵瑜的师尊并非等闲之辈，乃是一位5祖境的高手，正因其师尊特殊的身份，这赵瑜才得以认识了孔圣这些出身不凡的小辈。前段时间赵瑜师尊需要一物，而那物曾有人在这旱魃死水潭寻得过，只是因为其师尊要闭关，不能亲自来此，于是便命赵瑜来此处搜寻，想要碰碰运气。虽然最终未能找到那物，可是赵瑜却在旱魃死水潭内发现了2名女子。那2名女子的修为不强，不过区2品半祖，但正在修炼，修炼之际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力量。赵瑜虽然实力不强，可是跟随其师尊走南闯北，也算是有着一些见识。当时他能够断定那股力量乃是至宝，多半是那2名女子在靠着那件至宝修炼着某种功法。而赵瑜与那2名女子一样，也是2品半祖，可是对方有至宝，
他也是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便赶忙跑回去找其师尊。可奈何他师尊仍在闭关，赵瑜也不知道其师尊什么时候出关。赵瑜担心时间久了，那2名女子修炼成功离开此处，无可奈何，只好向孔胜他们求助。于是便率领孔胜这些人来到此处，其实真实目的就是想要夺得那2个在旱魃死水潭闭关之女子的修炼至宝。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那2名女子的？楚风冷声问道。这时间太久，我有些记不清了，而且那2名女子未必会一直留在那里，我真不知道她们在哪。赵瑜摇头说道。然而楚风是什么人？从赵瑜那闪烁的目光中，楚风就看得出来，他是在欺骗自己。于是楚风威压一出，立刻将面前的赵瑜压得倒在了地上，压得那赵瑜快要窒息，冷声说道：说实话，否则要你小命。饶命！我说。赵瑜感受到楚风的杀意，不敢再有所隐瞒。赵瑜，你若敢说，我绝不饶你。然而就在此刻，那孔胜的声音却再度传来。